好像还没有开始，我已经流满身大汗了，不可以了，全向后拉，不可以啦，不可以了，极限了。这不符合人体工学。哇，好累啊！可以可以可以。重不行啊！好累啊！嘿，这是我平常练泰拳的时候的招数。不过今天看我这身打扮，嘿，练的应该是武术。哈，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上个星期练武的时候长得是这个样子，好惨。我叫张峰，来自中国山东。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武术有分为哪几种项目或者是类别？竞技项目就是长拳、南拳、太极拳类。所以这么多项目当中，哪一个是比较适合，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初学者？最底层的就是基本功，学完以后我们会学一个简单的拳术，慢慢再提升。通常你们是怎么样去评分说，哎，这个人打得有多好？我们分3个组别 ，A 组是动作质量分，动作质量分呢，它是占5分，它占了一半。比如说空心，就是扣分的。B 组呢是演练分，就评判他们在整套的演练里面有没有出现其他的错误。C 组就是我们的难度分，只要站稳角度够，就会拿到这个分数。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是标准的国际比赛的武术场地，我们的比赛都是必须要在白线之内完成。那待会儿呢，张教练呢就会教我一套这个套路拳法基本功。不过在那之前呢，制作组给我了另一项挑战，他们要让我很难看，要我以泰拳来对抗张教练。张教练，手下留情。所以我来一个那个鞭腿，这边这样吗？对，是这样，上步直接就倒了，教练，教练，我已经准备好了，请问怎么开始暖身？上课之前一定要行抱拳礼，抱拳啊，来头部，双手掐腰，然后把那个手打开，活动肩以后，我们再到腰的部分拉一下，大腿内侧的肌肉拉一下。啊，这动作是很标准了，只是距离有点远，距离有点远哈。来，够起来！哇，这可以啊！哇，这个是很厉害了。队长，我脚啊要踢上去，要踢高的。哇，可以！一边踢的时候是这样的，啪啪，我们接下来是礼合腿，手呢要把它给拍响。哇，踢，好的，很好。可以帮我加音效吗？这样给它大声一点。踢。下一个腿法是外摆腿，嗨，哇，对，好累。前腿呈弓形啊，对，就这样，大腿是平的 ，OK 啊，然后手抱一拳在腰上，马步啊，伸直，马步完以后瀑布变，一条腿伸直往后压，这样的，这不符合人体工学。向下蹲，这样，哇屁股要蹲到脚上，哎，对，哎，很好，脚尖先出去，往下弯，往下蹲，往下蹲，这样的，一直往下吗？最大限度，这个就是最大啊，可以，好收，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主菜了，是吗？我们主要的来了，五步拳、抱拳、马步横推掌、弓步冲拳、弹腿、马步、歇步冲拳、扑步穿掌、虚步调掌、收、抱拳、弓步冲拳、弹腿冲拳，然后对调掌，把掌立好。我觉得难度在于要怎么样记住所有的熟能生步伐，巧，拳打千遍，身法自然，对吧？所以要多练。所以我的挑战就是要把这5个动作熟练之后回来，给你做一个评估。好，没问题。好，
Hello， 卓文你好。你就是学习整个武术哦，你从几岁就开始了？我是从6岁开始学武术，所以练了差不多18年吧。怎么会开始要接触武术？我就以前就喜欢看那种李连杰啊、Jackie Chan 那种武打片，对，武打片。 OK， 然后我的父母就看到汪清海教练他们的武馆武方，然后看到他们表演，然后父母就问我要不要参加，然后就从那里开始。那对于武术的运动员来说，你的一天的整个行程是怎么样？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运动员，比如说今天的话，我就下午练差不多2个半小时，然后去吃晚餐后，然后晚上再练多2个半小时。在你就是私底下的时候，训练之外的时间，你有没有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通常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有时也会自己耍几招，因为我们是练自选，所以一直要在头脑里面就编新的套路，编套路的时候就会打这种踏这种动作，就在外面做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对于这种初学者来说，刚接触武术的，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我？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活动开，肌肉一定要拉开。然后第二点呢，在打套路的时候就不要着急，一定动作要打干净、打清楚。OK， 好，学会了。下个星期回来验收成果的时候，希望可以给张教练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今天我们来这边，我要练习我的武术。之前张教练教给我的功课，先从暖身开始，然后呢就要有一套套路要我练习。我觉得难度在于要记所有的动作。我觉得基本今天我们先记到所有的动作就可以了啦。有人讲过，动作一定要很干净，可是现在没有人来跟我判断做得干净，我做得干净吗？现在是晚上9点钟，而我们国家队的训练呢，已经从晚上7点半开始到晚上10点钟。现在我们来偷窥一下他们的这个练习的近况是怎么样的。哇，所以我们国家队有这么多人才，全部都聚集在这里训练。你看一下，全部都是年轻人的热血，哇！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队员来了之后，你觉得哇，这个气氛是很认真。你看张教练对于他的队员们的要求，我觉得是非常的严苛，他对我太客气了。刚才看到有几位运动员，他们是有发出怒吼的嘞。教练没有叫我怒吼嘞，我觉得他的要求是对我动作做出来就可以了。哇，你看到我的，然后呢，我看到今天在场的每一位运动员，说不定有很多未来的奖牌得主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感到荣幸，能够与他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我的套路经过上一次练习之后，有加深那个记忆，所有的动作，所以希望今天的套路可以练得更顺畅一些。跟你报备一下，教练还有你给我的一些功课，就是练那个套路啊。你有看到我的影片吗？有看。所以你有没有给一些这个评语给我，建议给我？好的地方我看到，就你在练的时候就很认真，然后就是看到你的拳法就非常好，拳跟掌都很好。不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就是。你说吧，我可以接受的。哦，我就觉得你的在抱拳的时候，一定要在腰里抱拳，就要贴住腰那里。哦，就比如说你打拳的时候，一定要放在腰部。还有第二点就是在弓步的时候，后脚一定要伸直。哦，多一个步伐就是歇步，你的左脚一定要在右脚的下面，叫 cross over 的下面。OK， 在我的脸上看得出吗？我其实是在想下一步是什么。对，看得出。你怎么克服？什么建议给我？你练习多了，你的身体会有这个 muscle memory 来去打这个套路，然后你连想都不需要想。
然后你就可以想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的眼神可以再凶一点。OK， 好，那我就会继续的去勤加练习，希望下一次呢，展现给你还有张教练的时候，可以达到你们的这个预期啦。谢谢你，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最近工作比较忙一点，所以呢，还是坚持需要训练我的这个武术的挑战。然后今天这个场地也不错啦，有冷气吗？好，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训练。你以为这冷气房不会流汗是吗？来 close up 一下，特写一下。好，希望再过2天呢，跟思维还有张教练见面的时候呢，我这1个星期的训练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今天我回到这里呢，到底能不能够让张总教练还有思维对于我的表现满意呢？马上来展现一下我的成果 ，Let's go！ 嘿，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场地。Hello， 张教练，Joey，你们好，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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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今天看我这一身打扮，特地去，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吗？有没有气势整个出来？比赛的时候要穿那个彩带。哦，是这个吗？因为我不会系这个腰带，所以我就带来，请你们怎么样示范一下，示范一下。一圈先，这边一个短一个长，这样，先手放上来，手放上来，对，然后再下 ，OK， 对，帅。有没有要特写一下我的鞋子？闪亮亮，比我好看，对不对？新的肯定没错。所以呢，今天我就是全副武装，特地呢要来接受我们的挑战。经过1个星期的训练之后，要来验收一下到底我的这个套路学得怎么样。2，盘腿马步加上冲拳，很好。歇步冲拳，好的。扑步，好。虚步调掌，勾手。好Joey，可不可以要示范一下？可以，拉一拉你的步型，可以。专业的 ，OK， 先请Joey来做一个评价一下。这次打得非常好，就进步很多。但是有看一点的呢，可能带马步的时候，这个左手的掌可能可以再稍微伸直一点，伸直，哈 ，OK， 这样。哦，过思维这关了，现在要张教练这一关。张教练，刚才我练的那个套路怎么样？你的动作呢，还是记得不是很熟练。第2呢，就是我们的步行动作还没有全部的压到底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你这么快能练到这个程度是非常好的了，已经是。教练是一个好人。那接下来我想问跟思维挑战，学会了就是拳法之后，他最近在这个国际锦标赛，对，刀术、棍术项目都是非常棒的成绩，想跟他讨教一下。来，请思维教我几套比较简单的啦，刀术还有棍术的表演。我去拿棍。这个棍子呢，看到的时候感觉就像我们打撞球的那个棍子，对吗？但是刚才教练说这个是碳纤维做的，跟我们的一般的那个桌球的杆子是不一样的，是木做的。男子170公分，170公分是这个棍的长度吗？170公分，所以通常如果是我的高度180公分，要拿多长的棍？185吧，因为那个棍一定要比超过头，对，一点点就好。练习的关系，我们170公分的棍子照样来。好，所以我们先，你今天要教我哪些基本的动作呢 ？Slam， 摔棍，点摔棍，1、2。对，3踏，漂亮。第一个是掌左手在前面，对，我们做慢的先踏，然后加一点速度啦 ，OK， 对，要有那个声音了，然后再拉回，对。你不要看这个动作很简单其实它需要很多的集中力你的动作要干净，要利落，要快速，又有力量。感谢师傅赐教。是这样吗？所以现在呢，我其实很想现场来看思维示范一下。
哇，张教练，现在思维在练的这个棍法，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里边包含了它的点棍、摔棍、提撩棍、扫棍这些棍法呢的展示呢，是整个棍的套路中的一部分。这个棍相当于就是我们练好了以后，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他的自选刀的动作，这是他的整个的一个快速的组合，里面包括扎刀，还有缠头裹脑，还有一些步行动作。在他这个动作的要求和标准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顶级的这个水准，而且表情我觉得很到位。哇，看这小朋友在训练，有没有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练舞的时候？所以张教练呢，第一次思维来受训的时候，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到现在？当时我们选他进来，其实他的身体条件也特别适合练武术。他在同年龄段里面，我们看得到的是他确实是非常好。但是后面，因为我们新加坡的体育的模式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有学业在这边，他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思维，你一路走来，从小学练到现在，你这一路上碰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最难的就是在15年的时候，我是考那个 O level 的时候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在那年也是有冬运会，然后就特别紧张，然后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哭了一点，因为就太 stress 了，我就问教练就怎么办这些，然后教练给我一点意见。我考的也不错，比的也不错。OK， 那教练呢？看来除了是他的师傅以外，我相信你也在他人生当中扮演这一个导师的角色，对吗？不只是导师，我们也是朋友啊。这一路练舞的过程当中，你的家人是非常支持你的，对吗？对，从小我觉得他们付出的很多，因为我上学离家很远，然后在训练馆也是很远，然后我的父母、我爷爷奶奶都会驾车从学校载我回来，然后再去训练，就特别辛苦、特别累。上次去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奶奶跟父母都有飞到那里去为我支持，我就特别感动。而且听说你在就是练习武术的整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你的未婚妻，你们去美国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还一起得奖了。对，你这个感觉是当然特别好，我们也希望下一次比赛也是能够这样。然后我们也是从武术进国家队认识的，希望接下来呢还会有机会可以继续的跟张教练还有跟思维呢讨教一下在武术方面的心得。武术挑战成功。